暗杀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制造意外。眼前的这位南美大毒枭即将死于意外，正在私人泳池畅游的他，突然在池底发现了一枚手表，他一个猛子便潜了下去。就在即将够到的时候，一个黑影突然闪出，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大毒枭拼命挣扎，想要游出水面，可很快便因为缺氧溺水而亡。这时楼上的保镖发现了异样，但下一秒大毒枭又匀速游了起来。保镖见状便转身离开，然而这只是水下的杀手在挪动他的尸体。等他们缓缓滑到泳池边，杀手便立刻潜入隔壁的泵房开始换装。毒枭的尸体很快就被佣人发现，保镖立即将他的尸体捞出进行急救，整个豪宅内瞬间便乱作一团。此时杀手却换上提前准备的佣人服装，趁乱从厨房后门溜了出去。随后他立即脱掉佣人的外套，重新换上自己的衣服，马不停蹄地跑向1英里外的大桥中央。他再次确认了时间，距离毒枭豪宅的垃圾船经过还有20秒。等小船来到大桥的正下方，杀手便纵身一跃，从数十米高的桥面跳入水中，然后扒着小船逃离了毒枭的大本营。晚上回到家中，杀手便立刻取下所有暗杀大毒枭的准备资料进行销毁。第二天打开电脑，大毒枭游泳意外溺亡的消息已经登上了新闻头条，暗杀任务再一次取得成功。男人名叫亚瑟，是暗杀组织的一名顶级杀手，他的任务就是通过制造意外，悄无声息地干掉组织指定的目标，江湖人称机械师。大功告成的亚瑟随即便找到搭档老白领取酬金。老白是杀手组织的2号人物，同时也是亚瑟在组织内的领路人，他们亦师亦友，配合默契。老白负责搜集情报收入分配，亚瑟则负责任务执行。不料老白这次见面却心生退意，刚与老白告别，亚瑟便接收到组织新的暗杀指令。可当他打开暗杀目标的信息，却不可思议地发现竟是自己的搭档老白。亚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立即约见组织老大迪恩核实情况，却被告知老白已经背叛了组织。原来他们在半年前接到了有史以来金额最高的一笔委托，为此他们精心布局了6个月，共计派出5名顶级杀手远赴南非执行任务。不料他们刚一出机场便全部被灭口，显然是有人故意泄露了消息。这次行动的细节只有他与老白2人知晓，并且老白的海外账户2周前突然转入了2000万美元，所以这个背叛组织的人只可能是老白。迪恩要求亚瑟必须在2天内将他干掉，否则他就派其他人动手。身为顶级杀手，绝对不能夹杂任何个人情感。看着迪恩提供的调查报告，再联想老白突然要求退休的奇怪举动，思虑再三之后，亚瑟最终还是拨通了老白的电话。老白立即带上自己的重要物品，按照亚瑟指定的线路进行撤离。他按照亚瑟的指示，用剪刀切断了所在楼层，成功躲开了保镖的监控视线，同时在备用电源启动前坐上了通往负1层的货梯，紧接着通过一段长长的连接通道抵达楼梯间，冒险滚下几十级台阶，终于来到了隔壁大楼的地下停车场。可这时老白才发现，亚瑟等待接应的车子已经被伪装成遭抢劫的模样。看着从黑影中走出的亚瑟，老白瞬间便明白了一切。Get me to circumvent my own security. Nobody sees me leave. So what's this? Cape Town, right? Yeah. Right. So what's the story here? Carjacking? Police will find my van somewhere in some shithole section of the city, stripped and up on blocks? Something like that. 他掏出爱枪朝车身连开几枪，随后便把跟随自己33年的宝贝交给了亚瑟。Just send somebody else. I would rather it was you. 老白满眼释然地望向亚瑟，虽然不舍，亚瑟最终还是扣动了扳机。老白的葬礼上，亚瑟见到了他久未露面的儿子小白，面对他的安慰，向来叛逆的小白却显得异常平静。可当他回到老白家中，看着父亲满墙的老物件，小白便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悲愤，只能靠不停地喝酒来麻痹自己。他要发泄，他要为父亲报仇。于是第2天晚上，小白便将父亲的凯迪拉克开到了出事的停车场附近，果然很快便被人盯上。以为遇到弱鸡的劫匪毫不犹豫地拔出他的无齿长枪，不料却遇到了狠人。Carjacker. Did you shoot him with this? 原来是小白在扮猪吃老虎，他故意将自己当成诱饵，从而引诱劫匪上钩为父报仇。他正要开枪，亚瑟却突然出现拦住了他。Stupid to kill someone when you have a motive. 随后他赶走劫匪，将小白拽上车，便转身离开。第2天，小白便找到亚瑟，趁2人交谈之际，先问大家个问题：你想谈恋爱了吗？不妨试试能根据你的喜好选人的恋爱软件牵手。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女友特质，牵手会根据这些特质给你推荐符合你要求的女生，尤其是他会优先推荐喜欢你的女生，所以牵手的脱单成功率才会这么高。牵手不是机械的筛选匹配，他把你所喜欢的直接推到你面前，专属链接放评论区置顶了，快冲！他要亚瑟将他训练成职业杀手，可亚瑟却并没有答应。回到家，
看着老白的照片，心怀愧疚的亚瑟最终还是决定对小白倾囊相授。他将小白约在一家动物收容所见面，并让他根据照片领养了一只小狗。随后便给亚瑟布置了第一项任务，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带着这只小狗来到一家咖啡馆练习数独。剩余的时间，亚瑟便带着小白进行各种枪械训练，步枪、冲锋枪、狙击枪全部都要精通，理论知识当然也必不可少。亚瑟将一本保险手册交给小白，里边记录了几百种意外死亡的方式，他要求小白必须在2周内全部掌握。基础训练很快完成，亚瑟紧接着便给小白来了一场实操教训。这次暗杀的目标是一名军火贩子，取得对方信任后，趁着他数钱的功夫，亚瑟迅速用腰带勒住了他的脖子，等他彻底咽气，便将他的尸体拖到床边挂了起来。随后打开提前准备的动作小电影放在尸体面前。随着实战观摩结束，亚瑟终于给小白安排了第一次实战任务。这次暗杀的目标竟然是小白每天都会在咖啡馆遇到的男人。原来他的真实身份是另外一个组织的杀手，此人身高体壮且心思缜密，陌生人根本就无法靠近。可他却有2个致命弱点：喜欢小狗以及年轻的男人，而小白正好完美符合他的口味。很快，杀手便主动与小白搭讪，并且邀请小白晚上一起去酒吧狂欢。看到目标上钩，亚瑟立即给小白配了一瓶剧毒的氟硝安定，只要2到3滴就能让他眩晕，超过6滴，即使是一头水牛也会在3分钟内心脏骤停。他告诉小白，对方身强体壮，只能智取，绝对不能鲁莽。可一杯美酒下肚，逐渐上头的小白竟想像亚瑟一样干净利落地干掉目标。他并没有按照亚瑟的要求在酒水中下毒，反而不顾警告跟杀手回了家。就在杀手宽衣解带准备打扑克时，小白有样学样用皮带勒住了他的脖子，可他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一个过肩摔便被摔飞了出去。杀手取下皮带，瞬间暴怒，蟹钳般的大手一个用力便将小白摔飞，体型上的巨大差距令他毫无招架之力。关键时刻，小白及时发现了桌子上的螺丝刀，朝着杀手的腰子就是一通猛刺，终于在导演的安排下成功的干掉了杀手。可他也因为自己的鲁莽而身受重伤。几天以后，亚瑟收到了新任务的包裹，他们这次的目标是一位自称救世主的邪教头目。通过研究他的资料，两人最终决定用肾上腺素杀死目标，只要在他的心脏内注射12毫升，就能在3分钟内要了他的性命。即便有救援人员及时赶到，他们急救时必用的升压剂也会与体内的肾上腺素融合产生毒性，100%杀死目标。于是两人便提前来到邪教头目计划传教的酒店，通过攀岩在酒店的总统套房安装了多路探头，这样邪教头目在房间内的一举一动完全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中。很快他们便等到了暗杀的机会，两人迅速从通风管道进入总统套房的墙壁夹层，随后将监控探头悄悄深入房内。可这时他们才发现，准备刺杀的邪教头目竟然还是一位瘾君子，他正在注射的药物会完全抵消掉肾上腺素的作用，这也让他们的计划全部落空。可时间不等人，于是他们便趁着手下外出的间隙，卸下镜子进入房内。亚瑟扒开邪教头目的嘴巴，小白则将监控探头一股脑地塞入他的喉咙。邪教头目很快便因为缺氧而一命呜呼。随后两人快速原路返回，就在手下开门的一瞬间，他们成功合上了墙上的玻璃。返回的手下很快就发现老大已经没了呼吸，他们原以为这全都是因为毒品的副作用，不料这时躲在镜子后边的小白竟然不小心踢翻了脚边的扳手，一枚螺丝竟然顺着管道滚了出来。手下瞬间便看出了异样，他立刻安排小弟上前查看，可下一秒枪林弹雨瞬间倾泻而来，小白被火力压制，只能匍匐前行。亚瑟则直接冲出夹层与保镖正面硬刚，他捡起地上遗落的手枪，击碎钢化玻璃后跳入天台。小白则利用地形与人数众多的保镖打起了游击，两人很快便来到预定点位汇合，套上事先准备好的速降绳索，从200米高的楼顶一跃而下，成功逃出了保镖的合围。可原本计划的暗杀行动也彻底曝光，为了安全起见，两人决定分头撤离。来到机场，正在候机的亚瑟竟无意间看到了本该死亡的老高，亚瑟立即意识到自己被人利用，他悄悄跟在老高身后上了摆渡车。 Does this leave? 10 to 15 minutes. Doesn't give us much time then. What do you want? I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alive. 原来是迪恩付给他一笔巨款，让他杀掉其他同伴，然后假装死亡消失隐退，这样迪恩就能将罪名嫁祸给老白。因为之前老白对一场失败行动发起了调查，于是迪恩便决定将他除掉。 You knew just the man for the job. Someone who could get to him. It's not the fact that you killed them, is it? It's that they played you so easily. That's what bothers you. Am I right? 亚瑟瞬间便怒火中烧，然而还没等他出手，老高竟然先发制人，发起了偷袭。同为顶级杀手的老高竟然一时间占据上风，死死勒住了亚瑟的脖子。紧要关头，亚瑟拽出消防器的拉环，狠狠刺入老高的脸颊，紧接着便是一顿暴锤。老高扯下脸上的拉环，抄起拉手刺向亚瑟，不料却被他直接扭断了手臂。新仇旧恨瞬间涌上心头，他一把将老高扔出车外，迎面驶来的轿车瞬间就让他脸色发。此时亚瑟从容下车，复仇的怒火已经在他心中熊熊点燃。可当亚瑟来到回家的码头，
却发现每天都在的看门人竟然不见了踪影。这时，迪恩派出的杀手拍马赶到，亚瑟却早已消失不见。就在他们在岸边搜索之时，亚瑟突然从水底钻了出来，用鱼叉刺穿了一人的膝盖，随后抢过手枪，干净利落地干掉另外2人。紧接着翻出杀手的手机，拨通了迪恩的电话。Save the fuel. 原来还有另外一队杀手，亚瑟赶紧给小白打去电话。此时他果然已经被另外一队杀手控制。确认完小白的位置，亚瑟告诉他沙发坐垫下放着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下一秒，3下5除2，小白便干掉了所有人。2人终于重新会合。亚瑟指示小白把仓库架子上的装备全都搬上快艇，小白却意外从掉落的工具箱中找到了父亲被抢走的手枪。一个难以置信的想法瞬间涌上心头。出发寻找迪恩的路上，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小白隐晦地问了亚瑟一些奇怪的问题。亚瑟纠结的回答也让小白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可他却并未当场爆发。毕竟寻找迪恩复仇才是当前的头等大事。他们先是潜入迪恩保镖的住处，一枪打穿了他的膝盖，可他却依然嘴硬，不愿交代迪恩的地址。于是亚瑟便打开厨余粉碎机的开关，直接将保镖女儿的手臂放了进去。此时亚瑟关掉开关，女儿的手臂完好无损地缩了回来。原来亚瑟已经提前在粉碎机中塞入了肉块。1小时后，亚瑟便拨通了迪恩秘密住所的电话。正在迪恩威胁要重金悬赏干掉他时，亚瑟却告诉迪恩他的位置已经暴露。这时迪恩才惊恐地发现，亚瑟拨打电话的位置竟然就在楼内。迪恩立刻命令所有保镖护送他紧急撤离。没想到这正中亚瑟下怀，他只是通过专业设备入侵了大楼的电话网络。此时的他正在楼下守株待兔，等待迪恩车队的出现。亚瑟先是在地库入口安装了监控探头，等迪恩的车队驶出楼外，他便直接用偷来的宝马将车队撞，随后立即下车干掉后方护卫的保镖。紧接着他开上事先准备好的工程车，径直向迪恩乘坐的轿车追了过去。另一边，小白驾驶抢来的公交车直接将车队逼停，迪恩乘坐的防弹车正要掉头逃跑，亚瑟驾驶叉车及时赶到，直接将车身刺穿，随后一个翻转，将迪恩的防弹车彻底掀翻。这时2人径直走到迪恩面前，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清空了弹夹。回去的路上，亚瑟无意间在小白的身上发现了老白的手枪，他立刻意识到小白已经知道了实情的真相。趁着加油的功夫，亚瑟便隐晦地向小白表达了歉意，小白也大方地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在心上。可下一秒，小白便拔出油枪让汽油洒在了车子上，随后假装上厕所，刚一走到墙角，便毫不犹豫地掏出了父亲的手枪，一枪打爆了亚瑟乃是汽油的卡车。几小时后，小白返回了亚瑟的住所，开走了亚瑟那辆从来都不让他触碰的跑车。可刚驶出车库，小白便发现了副驾座位上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如果你读到这封信，那你就死定了。”小白满脸不屑地笑了起来。可下一秒，亚瑟的跑车瞬间便炸成了一团火球，整个房子也燃起了熊熊烈火。另一边，警方调取加油站的监控录像，这才发现就在爆炸前的一瞬间，一个黑影竟从车中跳了出来。原来老白早就料到小白会对自己动手，开上提前准备好的卡车，开始了新的生活。